我认为你们并无还债之能力，你们这些染坊平素里就靠我手上漏的单子过活。现在我懒得发这个善心了，你们接一些拼拼凑凑的单子，也没有地方洗丝，挣不上钱不说，到了10日交不上货，还得双倍赔偿。与其等你们赔光了给别人还不上我，不如我今日上门来收账。实不相瞒，我今天就是让你们季家用资产抵债，资产不够，未来你还要做我的仆人，做工抵债才是。即便是资产抵债，那也是要先行告知，满期不还才执行。那好，那我就看看季小娘子这1个月内还不还得上钱。还上之前，我是不是可以按照原契约收取利息？你有钱还吗？那就搬吧。都不许搬！我看谁把他打！给我放下！打你身上吧！怎么了？你们在这儿仗着人多，跟我玩撒泼的把戏？我可不是你原来那些旧债主，随随便便就打发了。即便是抵债，那用什么抵也是我说了算。桂叔，把染坊的生丝、染料全搬出来，给花掌柜抵债。娘子，都给了他们，咱们还怎么染丝？到时候交不了丝。那是我阿兄的知己，不能给。没什么不能给的。给他们吧。阿兄，我相信来日，我们定能够将它赎回。那好，那这1个月的利息我就先收下了。希望我下个月上门的时候，季娘子你已经凑足了钱，不然你们就等着当我的奴仆吧。花掌柜放心，不会让你得逞的。干嘛？哎，阿娘，哎，我早上送阿娘去姨母家了，她会在搬去待一段时日。你说的无事便是无事，若是有事便送阿娘出去走走。你要对付花掌柜，怎么可能无事？我早料到他可能会提前上门要债，但是我没想到他竟然趁人之危，让我们与他为奴。家里还有些东西，便真是要抵债，也够了，不至于为奴。我们要是再把东西给他们，我们就又一无所有了。不可以，绝对不可以。平儿，跟我来。咱们是来做什么的？重复一遍。重现蜀红丝，探查命案真相，整顿一州锦业。所以，散花楼的太白鸭该收了。啊？飞将，走后门。啊？亥时2更，关门关窗，防偷防盗。怎么样，像不像丧家的人？像，就是有点怪。怪？怪喜庆的。这就对了。你就没有想过找赵郎去帮忙？我喜欢他是因为他懂我，尊重我，他能令我欢喜，不是因为他能帮我。我阿爷在世时，所有人都对我笑脸相迎，但是我家里出事以后，却鲜少有人伸出援手。我便知道，人可以寻求和接受别人的帮助，但是不能只靠别人的帮助，只有自己才永远不会辜负自己。我们平儿当然不一样啦，她一定会找到一个可靠的如意郎君，可以信赖和依靠一个人，多幸福啊！只是我可能做不到，我只信我自己这双手。
就在这里等我。什么事儿啊？桑长史有东西落在府衙了，特遣小人来取。落下什么东西了？我们帮长史送回去便是。桑长史派我深夜前来，那东西自是不足为外人道。二位若是做不了主，不如禀报新警官，定夺一二。警官不在，不在那便更好了呀，就该二位赚桑长史这个人情。回去我就给桑长史说，这是二位通融。不要命了！劳烦您回去转告桑长史，并不是我们不通融，实在是新警官有令，谁都不能进来。您明儿再来吧。别呀，桑长史要的着急，二位通融通融。二位，我今日本也没打算一定能进去，投石问路，也不算毫无收获。那些侍卫从来贪财怕事儿，刚刚我以桑长史的名义求见，我还塞了钱，都毫无效果，说明这个新警官要么对他们许以重礼，要么动以酷刑，绝非简单任务。那岂不是糟了？不简单，但有所求就能谈判，能交易。可是，警官敢管那些大染户？只要价格合适，这生意就有的做。咱们去后门的，走。哎，你这衣服像我了。好，先换衣服。这回也就不行，熏不出来的。这回也就不行，他熏不出来。34郎，哎，这女人，季莹莹，你吓爷一跳。你也来了？你们在干什么？正如你所料，其他染户都不肯借地方给我们洗尸。我去你家找你，你又不在。出来的时候正好碰到他，他说他有办法派我们见警官。爷可是翻墙出来帮你们的，怎么样？够意思吧？这就是你的法子。他不出来，爷就给他熏出来，怎么样？聪明吧？我告诉你，这个警官不简单，你别千军万都糟。他再不简单能怎么着啊？还能打爷不成？他要是跟你阿爷告状呢？他跟我阿爷告状，告状，那可这法子真不行啊！真不行！灭火呀，灭火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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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边，什么人竟敢在警官府外放？我们没有放火，我们是救火。对，我们恰巧路过。路过。人可有事啊？多谢警官，我等无碍。无碍就好，走吧。啊，正直。爷就说这办法有用吗？哎呀，这么说，你们是冲着我来的啊？不，他的意思是，您万幸出巡，未被火势波及。呵，那这么说，本警官可还要谢谢你们了。哎，不，这是我们应该做的。呀，这儿有火没扑灭。哎，怎么回事？花眼了吗？怎么看见莹莹突然被轿子吞进去了？梁三郎，你就是那个新警官？今年生丝造价几何？染制靛青色需要几种染料？一匹团花锦。怎么不问了？警官不一定都懂锦，对吧？反着死的都很快。
杨警官龙章凤姿，定会长命百岁。继续。啊？你不是来拍本警官的马屁的吗？杨警官，您说笑了，英英是真心的。毕竟您玉树临风，潇洒倜傥，明察秋毫，好不手软，软硬不吃，吃喝玩乐，乐极生悲。季娘子言不由衷啊！你这一把火都烧到我警官府上来了，不会就是为了这么几句风尘话的吧？民女心中所求，杨警官心知肚明。与我有什么好处？您是警官，但不露面，那说明定有自己的私了。可是英英的嘴向来不严，万一说漏了嘴，还请您见谅。你这是在威胁我？不敢，告辞。哎，杨警官是想让我现在便喊出来吗？你喊吧。我若遇到什么不顺心意的事，那浣花溪的事我可就管不了了。你。时间再久些，清白可就保不住了。外面那3个既然这么喜欢，烟熏火燎的，把人给我带到溪边，让他们把那堆树枝给我烧完，烧不完不许走。我说的是里面那个。哦。今日没喝成汤，本官要亲手做汤。季娘子既然这么喜欢玩火，那咱们就把她带到后厨，让她替我烧水、添柴、熬汤。劈死你！劈死你个高官！劈死你个高官！骂谁呢？我骂狗官呢，我又没骂你。你是狗官啊？你看看你自己，好好的一个警官府，被你搞得是一片狼藉。蜀锦业也一片狼藉，也没见您管管呀。有钱赚的地方，就会有贪婪之人。这贪婪之人多了，自然就会一片狼藉。这不是一时一日便能整顿得好的。你只知道急着添柴，当然会把自己弄得一身狼狈啊。杨警官可听过“未经他人苦，莫劝他人善”。你若想走出困境，是该添柴猛火啊，还是该钻研真东西？蜀红一出千红窟啊！蜀红锦早随家父一同入土了。皇后有一件蜀红贡锦做的衣衫，无意间被损毁了。若是蜀红再现，重做衣衫，无论什么样的冤屈，或许都能够昭雪啊。民女听不懂杨警官在说什么。若是想问蜀红，季家早已染不出蜀红丝了。蜀红丝可以不在，但公道不能不在。这话好耳熟啊！您可知上一位警官是如何与民女说的？他说什么？抱歉啊。他说什么了？他说：“民女只管过民女的太平日子，公道自有当官的去管。”那你也要有心啊！光靠他一个人，他能做什么？那便要杨警官前仆后继了。不如杨警官替我想想如何解决民女眼下的危机吧。在季娘子眼中，当真便只有眼下得失吗？放这么多柴怎么点火啊？行了，别做了，回去吧。告辞。
新娘子慢走。阿燕，现在还不是时候，再等等我。孤木不成林，如今我们能重新换丝，离不开在座每一位的努力。我敬大家，来。但这只是第一步。虽然我们现在有了换丝的地方，但是花掌柜的订单我们肯定是没有了，而且其他染户碍于花掌柜，肯定也不会再多给我们生意做的。如今之计，只能自救。所以我打算以我们染丝会的名义，带着大家去参加斗芳菲。只要在斗芳菲扬名，我们便可以直接与景户交易，到时候订单自然就不愁了。大家觉得如何？其实这次合作，大家确实是受益良多，但也险些濒临绝境啊。我们家以后怕是支撑不住。另外，花掌柜他答应我们了，要是我们退出染丝会，他可以既往不咎。对不住啊，实在是没有办法，我们赌不起，也不敢赌。你们忘了他们是怎么欺负我们的了吗？现在有机会了，你们就想回头是吗？如今我们确实要面临险境。各位，人各有志，我不强迫。若是他日你们回心转意，还想再回来，我季莺莺随时欢迎。抱歉。我阿娘说，此事确实惊险，但人无信不立。我这个人嘴笨，也不机灵，只占了一点忠诚，所以既然选择答应了你，就不会变。我身子不好，我就以茶代酒了，我敬你。哎，第一回听你讲话那么提气，金莺莺，我看准了你，我相信你能带我做一番事儿，一番大事儿。敬你。莺莺，我做不了我家的主，但我能以我自己的名义加入你们吗？虽然我可能帮不上什么忙，只要大家需要，我一定会努力的。好，那我们就一起赚钱，共度难关。好，好，干！来，再敬大家。喝，干！走。我仔细翻看了所有侍卫写下的信息，发现沈警官似乎对青城山格外关注，时不时的便会独自上山一趟。青城山啊，上面安排的暗卫来了吗？来了，个个都是功夫一流的高手。你让他们啊，先到山上去探查一番，如有异动，再来找我。好。杨警官，杨府派人给您捎个信儿，说这两天你不忙了，让你回府里看看。是谁来送的信啊？是杨敬山，还是杨敬林？看穿衣打扮，好像是个小厮。小厮？是。过几天就是雷祖祭了，锦王需要和警官一同上香祈福，你是逃不过的。依在下之见，
倒不如回去联络一番。啊，对了，莹莹，你刚才说要参加斗芳菲，可是要参加斗芳菲的话，要行业翘楚的推荐啊，而且要缴纳不少的市金呢。这2样，咱们可都凑不出来。钱的事儿，我来想办法。阿兄，不是说好了吗？活的你管，死的归我。这钱的事儿，总不能算活的吧？好，那我去找推荐人。那我们应该干什么呢？劳烦各位染出自家拿手的好丝，这便是我们去斗芳菲的底气。好，今天啊，我们不醉不归。好，继续干！来。禀报主子，丝已经全部准备妥当，送丝的儿郎们全是我精心挑选的，现在就等着雷祖祭开始，保证万无一失。只是什么？只是近日里季家那小娘子格外的嚣张，她不仅找来国舅爷撑腰，还和新上任的警官勾勾搭搭。他从前未与人勾搭时，你拿住他了吗？我不要借口，我要的是蜀红丝。实在是这季莺莺诡计多端，主意多变，不好拿捏。万一他真的在1个月内还清了所有的债务，到时候想抓他的把柄，便没有这么容易。所以，民女还请主子指点1、2。他多变，但身边总有不变的，以不变应万变便是。不变。民女明白了，多谢主子赐教。你有2只手，那就1只放在蜀红丝，1只放在雷祖记。要是哪只做不好，我便砍了哪只。民女明白。哎呀，季大将军愿意到我们这小作坊来吃景，真是令我们这儿蓬荜生辉呀！长官您谬赞了，哎，还要多谢您的慷慨。哎呦，郡王家的长子，您值这个价啊！哎，这就是你的知妻，那我就不打扰了，我等着你的大作啊！定竭力以赴。季大郎君不是向来觉得咱们小作坊织锦粗糙，怎么近日肯屈尊降贵了？还不是因为自己妹妹得罪了人，染丝生意做不成，家里没米下锅了。人家大锦坊用的都是自己人呐，谁要他一个罪人之后啊？哼！哎。
却在尘埃中开花结果，幻化期盼的粉末，牵引飞花之间落。岁月如飞梭，一身萧索，却在萧索中走出缄默。幻境迷途与扑朔，眉心里惊鸿一抹。硕鼠，硕鼠，无食我黍。吱吱吱吱，硕鼠不偷粮，想偷师，季师傅可允。那可不行啊！我们季家这手艺可是不外传的。吱吱，求你了，阿姨。闲人免进，戚家谨防的规矩。谁说我是闲人？我能帮忙，阿姨，是不是？吱吱，帮忙帮忙，我看你就会帮倒忙，赶紧跟我回去。啊，我不，阿姨救命！你听我吧，阿爷在。赶紧跟我走。阿娘轻点，阿娘我的耳朵。说过多少次了，没事不要老往紧。季家谨防严禁喧哗，严禁跑闹。季小娘子，季小娘子，你这边请。并非是我余家怕得罪人呢，只是做这担保推介人，尚需向官府交纳市金作保。便是知道您不畏权贵，敢仗义直言，英英才敢来拜访的。我们虽是小染户，但都是诚信人家，绝不会主动惹是生非。这些丝线均是我们所染。您看看，可能卖得出去？好丝啊。不过，好丝，它未必有好价格呀。英英明白，织锦的人知道什么是好丝，买锦的人未必知晓。他们要的是说得上名号、撑得起面子的名丝，这便是英英要去窦芳菲夺魁的原因所在。酒香也怕巷子深，还望于掌柜助英英一臂之力。如今我余家还欠着债，我现在身边就剩下这么一个孙女儿，余家的百年家业早就后继无人了。我是有心支撑，可是毕竟孤掌难鸣。我说这些绝不是什么借口。我信您，您本可直接拒绝，却以英英坦诚实情，是对英英的诚挚。多谢，叨扰了，我去别处再问问。于掌柜，告辞。豆，于天豆，于风豆。希儿啊，他生性懵懂，不通俗理。不过呢，他能感知人的内心和性情。他瞧出了你心里的斗志，所以他把斗彩球送给你了。你也斗一把？谁说余家无人？您斗得比我精彩，来日还想与您继续做生意呢。好，或许我还能斗几年。这位郎君，到我们这儿来看看呗，20文抽一次的，雷祖娘娘的祈福符的，有可能抽到很好的东西。要不要来我们这边来看来雷祖记的都是静香的，谁买的破丝啊？
再说这盒子也太丑了。我们这儿有这个抽丝的活动啊，20万一次，雷祖娘娘那儿启动。城产梅子呢？人呢？出宫去了，一会儿就回来了。你答应给他多少钱？低调啊。给了吗？给了。全给了？不全给吗？你全给了，人家还干什么活啊？这人肯定是来不了了。也有被骗了，我再去雇一个。你，敢问这位娘子，何为雷祖降服啊？在这雷祖寄卖司，可有不妥呀？郎君有所不知，雷祖娘娘教导先民要养蚕织丝，功业浩浩。今日我能以丝为寿，也是娘娘福泽传承，断然没有不敬之意。所谓雷祖降福，福盒藏运，这福盒里藏着品质不一的丝线，定价均为20文。各位客官随意挑选，是优是劣，全看各位今日福泽。哦，原来如此。那我先试试。好。来。郎君要哪个？要那个。这个。好。哎呦，郎君今日福泽深厚，这是我们运上加运，喜上添喜，祈福香囊。这香囊甚是精美啊！就算是30文、40文，也买不到吧？这里面都是好东西吗？不能吧，才20文，那他们岂不是要亏死？我再试一个。好啊，这个。好。你看，果然是吧？啊，这是陈丝吧？不值20文。不值不值，你这不值啊！这个的确是不值20文，可是那个荷包也不止20文呀，这2个加在一起还是您赚了呢。这倒也是哈，啊，颇有道理啊。对，那你要这么说，我得再试一个。可以可以。行，那个，这个啊。哟，这什么来头？李子，想不到福盒里还有这等好丝。这福盒赌的就是运气，有赚就有赔。只要你买的够多，差价总会拉回来的。还有这个陈丝也不是不能用啊，您要是想转手卖给别人，也赔不了多少钱的。赚了您高兴，赔了您就当花了几文钱，买个乐子呗。小娘子说的有理，来，我也来一个。哎，好，我也来一个。来，别急别急哦，你不要急，快，不要急不要急。在这儿在这儿。哎，我也来一个。就这个，我也来一个。英，哎，快点进点货了。来了。姐姐，这是别人让我给你的。哦，谢谢。季家娘子，你冲过去也帮不了你的阿兄，省省力气吧。是你给我传的消息。我好心收留你在我们家做工，你不念恩情，反倒偷我们家织机。现在人赃并获，你还有什么说的？这中间定是有什么误会呀？王掌柜，这台织机不是你答应卖给我的吗？我什么时候答应卖给你了？你哪有钱买呀？啊，这明明是你从我家偷的织机，这么多人眼睛看着啊，你还想耍赖？对我阿兄做了什么？你阿兄养人鼻息、忍辱做工，这些季娘子都还不知道吧？我阿兄做工是你的算计，算是锦上添花吧。君子不为盗，贤人不为妾。我季耀庭从未做过偷鸡摸狗之事。契丹呢？对，契丹。当日众人见证，我们可是签了契丹的。什么契丹？你们看见了吗？看见了吗？没看见。我们只看见季耀庭偷窃织机，人赃并获。契丹在你这儿是不是？如果没了这份契丹，你的兄长就会被人抓进府衙，打断手脚，
以后怕是再也治不了景了。你今日将我阿兄逼进绝路，你就不怕来日我也这般回敬你吗？一个毫无倚仗的罪人之女，也想动我花荣，你也太看得起自己了吧？那花掌柜就等着看我能不能做到。那这契丹你还要不要？把知己给我搬走！不能搬！搬走！搬走！不能搬！知己答应卖给我的是我的知己，不能搬！知己偷我的，不能搬！你的知己，不能搬！说吧，你想让我做什么？